家人们，这是我的比亚迪，这是我的挡风玻璃。这是干啥呢？自己就开了。要不还说这民族品牌，哎呀，这下一宿雪啊，没漏，一样没漏。对，你虽然开胶，但是不漏雨呀。人家是磁吸挡风玻璃。比亚迪真是传承经典，磁吸挡风玻璃、雷鸣机盖、筷子悬挂、纸片防撞梁。说好的国货之光，现在的质量越来越差，各种低级故障让人哭笑不得。视频中的仅仅是一个挡泥板目测螺丝松动，就很奇怪，这种奇葩的低级问题在比亚迪的车上一直存在。就这样，比亚迪最近强硬让供应商降价10%，应该也是质量越来越差的原因，并且在网络平台疯狂投诉讨论此事的网友。请比亚迪不要以侵犯名誉权来举报我的视频。下面我分别拆解您举报我的理由，做出回答。第一，将协商推进的事实恶意曲解为强制要求。你邮件上面都说以上请勿回复邮件了，都不给人回答的机会，这还不算强制吗？第二，视频标题中我用的卷死行业，邮件内容写得清清楚楚，为增强比亚迪乘用车竞争力。你自己说要卷，还不让我说吗？第三，邮件信息来源不明，李云飞都出来解释了，邮件信息还来源不明啊？那他解释什么呀？他直接说他没发过邮件就得了呗。还请比亚迪不要双标，前脚说我引用的内容不实，后脚要出来解释，害我原本表达偏中立的视频无故被删除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不对，可以直接告诉我，不用搞这些小动作。有网友发视频表示，真的对比亚迪无语了。比亚迪自带的行车记录仪，它不是不怎么清晰吗？有时候晚上连个车牌都拍不到，比较模糊，所以我就想着给它安多一个行车记录仪。我安装的是挂在后视镜上的那种，就是流媒体记录仪那样的。这个流媒体记录仪不是要绑到这个后视镜上吗？于是我在安的过程中，结果不小心把它拉断了，连带着玻璃一起断了。我真的无语死了。你说断了就算了，居然还连挡风玻璃给带下来了。这是车外的视角裂痕，已经扩散开来了，应该是修不了，只能换了。为了省50块的安装费，自己装行车记录仪，结果还搭了块玻璃。前挡风玻璃的报价2500，真的服了，就这质量。真的不知道是怪玻璃的质量差，还是说使用的胶水质量好。这种难以理解的问题真的很折磨人，在偷工减料上面真的处处有惊喜，不仅仅表面，在车身内部也是非常差。有网友就对比亚迪内部做了拆解。惊喜吗？啊！哎呦我操了，这咋干这样啊？上次那不是这个尺断了吗？带你们听一下啊，跑了6万公里的变速箱，它会发出一个什么响声？不用跑太狠，跑个40-50就行，这一跑就响啊。好，来这把用油跑，用油跑的时候，好了，收，用油用电跑，里面全都扔的。这回啊，我不说它是啥车，你们猜去，反正就告诉你一句话，这变速箱高仿1:1，谁用谁牛逼。它这车6万公里，我感觉应该是实标。就从它这个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来看啊，不漏油不漏水的，要正常啊跑个10几万就得躺得稀里哗啦的。我靠，看这油里边发白，看见没？这啥玩意儿碎乎了？有没有惊喜啊？我操！这不扯冒娄子呢吗？就他的病啊！啊，这咋能干这样呢？好，啥玩意儿掉下来了？哎呦我！惊喜吗？哎呦我！这啥呀？吸铁石吗？啥？哦！哎呦我靠！这咋干这样啊？我这轴承耍圈子了，轴承紧。惊喜吗？啊！哎呦我操了！那就不用拆了，不是有事。那得拆呀。这咋干呢？上次那不是这个尺断了吗？你看这次这家干呢，壳漏了都，这轴承彻底都没了。正常是这样的，这也马上也散架子了。不知道有多少同行的老铁啊，被没被这个螺丝支配过？这家螺纹胶打的实在是太结实了，只能上秘密武器了，给它加热一下子。如果再不行啊，就给螺丝干废了，要不然这变速箱都拆不开。这设计师设计的啊，谁修谁知道啊。这拧螺丝拧2分钟了，这啥螺丝这么难拧啊？哎，动了，
好去。它这个变速箱啊是新款的，跟老款的不同之处啊，就是它电机传动齿这个位置，老款呢是2根轴，是2套。有一个缺陷就是它这里边啊不走油，时间长了啊，这个棱就会磨得越来越细，然后到最后啊就容易秃噜了、滑牙了。然后它为了改变这一缺陷啊，把这个2根轴原本是2根轴，给它设计成1根轴，然后上面不是没有齿轮传递吗？设计了一个单独的齿轮，然后来传递。但是啊，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维修经验来看，它这个齿时间长了就容易把这个轴给干断。原因啊是它这个螺丝眼儿很深，它这个螺丝所拧到的位置啊还差那么一节，差这么一节就有空档，时间长了，因为它这个是电机带着它，这会儿是走电的，扭矩太大就容易把这个轴干断了。干断了之后啊也响，然后就容易把壳顶漏了。之前都遇着过。咱们来先分析一下子啊，它这个车为啥响？首先啊是它这个轴承磨碎乎了，看这个轴承皮啥的全都干碎了，然后轴承绞的里面哪都是，磨出来的碎渣啊会随着这个齿轮的转动，因为它是紧配合的嘛，就会齿咬齿。你看见没？它这个轴承挨着的这个齿这一圈全给干了。然后这2个齿是配合着工作的，把这个齿啊，看这一圈全给撸平了，然后磨下来的碎渣在这个吸铁石这吸着呢。然后包括这个壳里头，这可不是油泥啊，全是铁粉。响就是搁这儿来的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我没想明白，它这个车刚6万公里，轴承就给干碎乎成这样，之前修那10几万的都没坏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老铁们帮我分析一下子，咱也不敢说呀。最近有个小米车祸的视频比较火，就一个刚提车的小姐姐开着小米 SU7，在一个地库入口的时候，这个车直接冲上了花坛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记录仪视频看到，当时小姐姐打开了 LCC， 这个车从速度就一直加速到了13、14、15的样子。但是这个车没有一点拐弯的迹象，直接朝着花坛冲了过去。据女车主描述，当时她发现这个车朝着花坛冲，然后她接管了，由于比较紧张，把电门当成刹车踩了，所以在加剧了这个车往花台上面冲。然后小米也给出了事故报告，它的后台数据跟记录仪视频基本上是吻合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这个车主反馈，当时他在到车库的时候提示有代客泊车了，当时他按了这个激活的按键，准备激活代客泊车，但是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激活代客泊车。给的解释是，当时这个车没有激活代客泊车，只激活了 LCC。其实这个事情跟激活 LCC 没有啥关系，就算在这个地方激活 LCC， 前方有一个花坛是一个障碍物，就算你地面标线不清楚，导致你降级成 ACC， 因为有障碍物啊，你 ACC 也有纵向的速度控制，你 LCC 也有纵向的速度控制。你从 LCC 降级到 ACC， 前面有障碍物，你就还是应该停啊！你这降 LCC 撒把式的车直接往前冲，你是忽略了前面那个障碍物吗？对于小米这种撒把式的丢方向降级的，有网友表示之前他也有遇到过 LCC 直接丢方向盘。为此他表示，你们小米的研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，这种降级能不能保持这个速度的控制，让速度给减下来，别持续加速，方向也别丢。你这种人家刚开始开车的，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反应去接管？之前我们试的小米 SU7 也是我们的经验比较老道，才没有冲出道路上花坛。为什么这样的？路前面明明有花坛，为什么要加速往前走，而且不转向？为什么会降级？小米啊，你们这个 LCC 的标定是有问题的，不要甩锅到人家车主头上，你们的问题你们的承认，降级之后车还是继续往前走。如果车主不接管，这个车能在花坛前面瞬间停车吗？我感觉应该不行吧。有时候不要觉得女车主啥都不懂就乱，尤其是你们这个 ACC 啊，包括你们的更高阶的功能 NOA 这种躺平式的退出，我们都遇到好几次。你们是不是应该优化一下你们的算法？虽然现在用智驾车主都有监督责任，基本上出了事跟你们主机厂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你们也不能做得太烂了，做成这样能不出事吗？结果奇葩的事情来了，这位网友对于此事的讨论直接被小米投诉了。整个讨论的视频被下架。前几天发了一个小姐姐开着小米SU7，在一个停车场入口的时候，因为打开了 LCC， 最后 LCC 突然降级，车主接管不及，失误操作，冲上了花坛。
我做了这个视频的解读，也根据这个数据详细的分析了其中的原因。结果我的视频被小米以黑稿投诉下架了，给的理由是怎么样的？你们把责任归咎于人家车主踩了100%的电门，你就觉得你们那个开着 LCC 14.5的速度，突然降级成 ACC 丢方向，那个前轮已经到花台上了，你觉得那个车能瞬间停住吗？那个接管来得及吗？难道真的是车祸前0.1秒退出支架，然后就是车主的责任？你降级成 ACC 之后，难道不避障吗？你降级是 ACC， 不是降级到人家。你们的公关有没有点技术常识？我觉得你们把精力放在研发上面，比放在公关上面更好。这个小姐姐在抖音上发的视频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下架了。你们的车是真的说不得吗？你们的刹把式退出，难道不是客观事实？你们自己的报告里面都写着 LCC 因为车道线降级成 ACC 难道不减速吗？朝着花台就去了。你们还有脸在报告里面写出我已经降级了，请提示接管。那我把你车开到悬崖边上，最后0.1秒我退出了，那个车最后冲下了悬崖，难道怪车主没有接管及时踩刹车？要不你们小米就派出人来给我们验证一下，在这种最后突然跳个接管，已经快上花台的时候，报个接管，你能把车能踩下来，刹得住？我去，说我黑稿。国内各种流氓逻辑已经看得麻木了，就像最近变态的汽车年检，有人说这将是压垮燃油车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中国汽车历史会彻底的转向，出现了断层。有二手车商表示，这真的没法干了。我准备把公司关了，二手车真干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先看个视频。车辆年检期不合格，要在清单里修理厂维修，300块钱换个3C化就搞定了。他给我出具的项目又是换什么火花塞呀、排气门，1500多块钱，在哪里修我达到你的标准就行。本来觉得取消暴力年检是好事，现在变成了什么呢？我加的油是合格的，我开着马路是合格的，我的车开的时候是合格的，出厂是合格的，结果拿去检测不合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OBD 检测进去以后，它的数据不合格。你知道我们的很多车在开车的过程中，虽然你没有报故障码，但很多隐藏故障码，但是那些隐藏故障码它并不影响你开车，它就是一个传感器的问题。你修可能还修不好，有没有修车的知道，很多毛病是修不好的，但是它不影响使用，那没办法，你只能去修。修的话可能换一个总成需要几千，这是大几千，一辆车可能才值1万多块钱，修车要大几千，怎么办？必须报废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到底和暴力检测的区别是什么？一个是踩坏了，一个是告诉你坏了，你们选择哪一个？网上还说了，只能做3次检测，3次检测如果修测都不过，好，你车子只能报废了。那我们一些经典的老车，一些需要玩的车，这些车不就没有了吗？中国的汽车历史到这里，有些车是不是要断层了？我去俄罗斯那天气多么恶劣，俄罗斯那个地多么恶劣，但是那也有40年的车、50年的车，甚至有60年以上的老车还正常在马路上使用的。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？好消息就是你检测通不过，你可以去修，但是修的过程中要去特约的地方去修。但是特约的地方呢，是这个特约维修中心是需要去申请的，只要有资质就可以申请。现在有一批申请到了，然后后面像一些4S店呀、一些高级一点的2级修理厂呀，都可以去申请。那申请下来的这些，毕竟大公司高的地方、好的地方，然后资质好，那相对的维修费用和服务成本就要高，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那说我不想去那些地方，我又不想让它有故障码，怎么办呢？2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找牛，还有一个方法我没法说，有没有兄弟知道的？你说到底为啥呢？汽车尾气年检越来越难过了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？你老车不报废，我新车卖给谁去？你在地好信儿。24年我这新大狗跑5000公里，做了一个 OBD 的检测，哥们儿跑5000公里的新车 OBD 都不过，你10年8年，哥们儿你当啥过呀？你说小老百姓就是说10万8万买台车，我一个月3000、5000的工资，乱码七糟，房贷车贷一大堆，哥们儿我拿啥买这个新车？你咋就不合计呢？二一个就是电动车，你也别高兴太早，明年也要上纲上线了。国家要求规定的蓄电量低于多少你就得换电瓶，包括你的马力不够了，有安全隐患的时候你就得换电机。欧拉好猫车11万块钱，换个电瓶10万块钱。你包括那个比亚迪 EQC 新车30万块钱出头，换个电瓶23万，包括那理想都应该换电了。你在地，我今天说句人话，就这些事儿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？咱自己开的车有毛病我不知道修吗？就所谓那些检测那些车检的哥们儿不就是坑人吗？你
说你今天不过，你让我去指定修理厂去修去，那中间那费用让谁挣去了？修3回不过，完直接强制报废，那你就直接给我能直接报废就完事儿了呗？你还让我花那钱修干啥呀？前2天我哥们一个破面包子，3000块钱的破车，花他妈2500修的，最后年检还是没过。你在地我也好信儿，我这车跑5000公里也去做去了，哥们儿，结果5000公里的车 OBD 检测都不过，还让不让人活呀？我说一句实话，就这些驴马烂咒，这些坑老百姓的玩意儿，就赶紧取缔就完了，还检车10年8年检一回。简直丧心病狂！有网友表示，现在我们这儿是这个情况啊，我们这儿现在没有 M 站，一天检车，今天我打电话问了，一天有几百个检车的，就有10来个能过的，这个通过率你们想想是%几？然后检不过怎么办呢？去外地检，去外地有 M 站的地方，你们去那儿检，就这帮狗东西，就是不换车不行呗。就必须得买新能源，但是我今天问了，就是开一个 M 站的多少钱，大概得需要200到300万，而且需要的资质非常多，建站手册什么的。但是这个钱有很多的人都能拿起，最主要有4个字儿，就我今天问了，就不是说你花钱你就能开了，这个东西的核心的4个字叫血脉传承，就是你得有这个血脉，要不然不让你开。现在网上挺火这个哥们，一台5万公里的车，车龄是10年有点老了，但是车子行驶了5万公里。你让人家强制报废，你说你们这是有多损呢？多他妈丧良心呢！哪年生产的车就应该用哪年的执行标准去检测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吧？某些人用2024年的排放标准去检测2014年的车，咱就说凭良心说，能有几个合格的？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，比土匪还土匪。新能源5、6折给你补贴，逼着你买。现在话说聊到新能源，新能源据说2025年1月1号开始也要检车了，以后骑自行车吧，有人说好不容易把车贷还完了，结果发现车他妈报废了，现在为了掏你的兜，啥招都用上了，让你换车你不换，那就直接给你年检上强度，以前查个尾气就行，现在直接给你插上 OBD 行车电脑。只要跳一个故障码你就过不去，18年的思域年检都过不去，仅行驶了6年，你过不去还不能自己修，必须到指定的 M 站去维修，外边300-500能解决的小问题，去趟 M 站的1300-500。检测线原本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咱们的行车安全。现在呢，直接变了创收 GDP 的工具 GTP OBD， 真是一唱一和。咱们的房子呢，是不是20年、30年之后也要报废了？这帮狗东西其实应该把精力放在，我个人觉得呀，就是不是说放在车上，食品安全教育、国内医疗应该可这些优先吧。请问您使用国产车吗？我还没有使用。震惊，他竟然呼吁抵制国产车。您觉得新能源汽车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尤其是有加充条件的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新能源。我本人就开特斯拉。他表示新能源领域只有特斯拉，其他的都是垃圾。不是我啥时候说人家别人是垃圾，是特斯拉更符合我现在的需求。该市民罔顾事实，信口雌黄，一再抹黑国产电动车，态度极其嚣张。我啥也不说了，这总行了吧？本台消息，该市民丧失理想信念，大搞崇洋媚外，并愤怒地表示拒绝回答与国产电动车相关的任何问题。